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小心眼的儿子？两个人在一起，是非黑白哪能分得那么清楚？这不就是你退一步，你再退一步，你一直后退，一直妥协，这日子才能过下去啊！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能看上你爸？素质呢？别给我站住！杜贤，你别动手！哎，住手！别打了！别手，小心点，别打了！开完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喝一杯吗？好。谢谢。说吧，这么晚找我，不只是想要喝酒吧？你还有什么事儿，直接说就好了。我想跟你聊一聊关于玉思的事情。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他这个人就这样，说话难听，我也没办法的。其实他说什么不是很重要，我也知道他不喜欢我，我也并不奢求他对我能有什么好态度。而且我想说的也不是这件事情。那你想说什么？你还记得我们是合作伙伴的关系吧？记得。你之前要我来参加节目的时候，你说你很看重双星 CP 的流量，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我们度假村，这是我们合作的基础。既然我们想要吃流量的红利，那就得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我是觉得你跟他私下见面不太好。我跟玉思之间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我知道，我相信你，但是我不知道观众们会不会相信。如果你俩经常见面，被大家看到，被拍到，那到时候节目上线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我跟他之间只是正常的人际交往，我们没有任何亲密的行为，就算被拍到，我觉得也是没关系的呀。那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我是觉得他接近你是别有用心的。我跟玉思认识这么多年，我们两个人对双方根本就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陆心言，现在重点根本就不是我要不要跟玉思见面，而是我希望你心里能明白，不管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从来都不是你的附属品，请你不要想着来控制我的生活。如果他今天跟你说了过分的话，那么现在我来替他向你道歉。你替他道歉？好，我明白了。很高兴听到沈志平的答案，早点休息。欢迎各位来到《再见怦然心动》录制的第2周，我们的3组嘉宾也将迎来第2轮的约会。本周的约会，我们将根据各位嘉宾在上一轮的表现来量身定做。他们的约会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一起看看。请在这次的约会中控制自己说话的数量，总数不得超过10句。约会内容自选。不是，为什么控制我的说话数量啊？你们节目组是不是在针对我啊？不想让我给太阳客栈做宣传是吧？你们要再这样，我可找沈制片了啊！为什么控制你说话数量？你反思一下，还不是因为你太吵了。陈老师，那对我有什么要求啊？你们2个要求是一样的。一样？那我说话也不能超过10句？为什么呀？你们制定这个规则不就是在针对我吗？啊，你们再这样我去找星若了啊！还不是因为你太吵了，你怎么不反思一下你自己，把我都一块连累了？我有什么可反思的？请在这次的约会中增加自己说话的数量，总数不得少于100句。约会内容自选。所以我们这次约会要说够100句话吗？我们应该可以吧？我会努力的。哎，对了，我们俩刚刚这几句会算在里面吗？请在主别墅共同制作一次晚餐，并且敞开你们的心扉，说出你们最无法忍受对方的一个缺点。我们2个上次不是一起做过烤肉吗？为什么这次又要一起做饭啊？上次导演看了素材，觉得你们2个特别甜，现在的观众就爱看这些，所以多备点素材吧。那这次还要去郊外吗？不用，场景就在主别墅。欣姐之前特意吩咐了，我们要把岛台的景做好，物尽其用嘛，要不然钱都白花了。2位是有什么问题吗？我没什么问题，就看看陆总有没有问题。毕竟陆总的要求永远都是那么的多。我也没有问题啊，不过有时候提了要求也没有用，反正对方也没打算配合。那你们这是行还是不行啊？按原计划进行。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我们现在开始吧。那我们开始吧。怎么这么看着我？怎么了？又不高兴了？今天早上你9点就出门了，结果到的比我还晚，干什么去了？不是，这就已经开始啦！
这也没人通知我们啊，就这样，咱们重新开始，再来一遍，行吗？你笑什么笑啊？很好笑吗？你再给我笑一个，你试试啊！哎，怎么了？又不高兴了？哎呀，我不是故意要笑的，这不节目效果吗？你走路吗？走路，你别不说话啊！好了，现在他的10句也用完了。你赢我？对不住了二位，接下来得贴着胶布录制了。不是 K 老师，你这样多没意思，而且观众肯定也不喜欢看哑剧。对呀，我参课站我一句都没提呢。我一定遵守游戏规则，再给我一次机会。重新开始吧。好，那我们重新录一遍，最后一次机会。太阳客栈为您提供最贴心的手。刚刚跟你见面的人是个女的吧？你怎么知道的？她是谁？答应我的不能告诉你。答应？你们俩还做成约定了啊？你要不要脸啊？那也算啊！我场外听你说。说，你们是不是经常见面？哎呀，他只在我感情出现危机的时候才出现。她漂亮吗？非常漂亮。你敢说她漂亮？要是你也会觉得非常漂亮的。哎呦，陈竹，这柔道馆不是宠店。你敢说是狗？你死定了，徐成章！你们每个人最后还能说一句话。许承昭，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我真不能告诉你。你别哭啊！哎，行，我告诉你，那人是你妈，她以为我关心我们两个最近感情状况，怕你有压力，所以不让我告诉你。这俩安静时候倒挺甜的。要是这个世界永远这么安静就好了。我疯了。我俩离婚了。生气。许承昭，你是不是找死啊你？啊，滚！我找什么死？你让我自己说的，你还给我。你说我这胶布还有必要再贴吗？算了吧，我看这胶布就是个摆设。也是，这世界上没人能管着他俩吵架。后期剪辑吧。天气和季节变化。那天你在备忘录里写的是提前准备的话题吗？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比较沉默的人，在一起也老不知道说一些什么，而且那一天我们的任务是要和对方说满100句话，这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太难了。我就希望可以通过我写的那些话题，让我们两个人开始顺利的对话吧。
季节变化。哎，老师，我们带下麦。谢谢。亲，不好意思，这出版社临时有点事，耽误点时间，等久了吧？没有，我也刚到。走。那我们就开始吧。今天天气有点雾。我是看天气预报说还不错。是吗？其实，最近新城有个电影节还挺火的，罗马假日重映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我有听别人说过，但是我还没来得及看。好吧。其实我今天有件事想要请教一下。好啊，你说。是这样，我呢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最近有一个关于知识产权的一个官司，他知道你是律师，所以特地找我拜托，想你给他提提意见什么的。可以的。这个看一下。看看。你是真的想咨询他吗？不是，我的朋友已经找了专门的律师团队。我是想，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区，一下子把我和石沁两个这么不爱交流的人放在一起，其实很难打破僵局。所以我想用这样的方式让石沁放松下来。我刚刚看了一下，首先就是他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私自注册账号这个行为，他肯定是属于侵权行为的。他有提前和你的朋友说过吗？没有哎。那按照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你的朋友他可以提高自己要求赔偿的金额。还有你看这个，就是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使用小号进行直播的活动，这一个点呢，我觉得你朋友可以尽快的去落实一下，因为他是你们的合法的权益，而且像他是自己私自开通的一个小号嘛，就是肯定是一个违规的行为。对，就是这个，对这个。然后下面这一个也是，就是赔偿金额，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个点。今天真的谢谢你了，给了我这么多专业的意见。我也要感谢你，要不是你，还真不知道我们怎么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好，看。今天我们拍摄就先到这儿。摘一下。好。给您摘下麦。你。好嘞。我先回去整理点素材，我们晚点再见啊。好的，辛苦了。拜拜。拜拜。走吧。那我先走啊。哎。罗马假日，你觉得好看吗？其实我也没看过，前段时间想买一张电影节的票，想看的人太多了，没买到。
是这样，我们俩刚刚约会的间隙，我给我朋友发了个消息，他正好认识这次电影节的工作人员，所以我管他要了2张票。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一起看，就当是庆祝今天顺利完成任务。好。She gets a royal welcome from the British as thousands cheer the gracious young member of one of Europe's oldest ruling families. After 3 days of continuous activity and a visit to Buckingham Palace, Anne flew to Amsterdam, where Her Royal Highness dedicated the new International Aid Building and christened an ocean liner. Then went to Paris, where she attended many official functions designed to cement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her country and the Western European nations. With you, no more afraid to love you. If I were a star and you like the southern sky, you know it's you. All I need is you. All I want is you. You know it's you. All I love is you. And no one can replace you to the end. 俊俊怎么样了？已经好了。那你去那边忙吧，我有话要跟陆总说。好。一会儿做饭，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配合。哦。你是来和我示好的吗？当然不是。那你要说什么？我想说，我希望我们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里面来。沈制片多虑了，我作为节目投资人，肯定是希望拍出来效果好，我是不会影响拍摄的。好，那太好了。欣姐，我们这边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好，我们开始吧。走吧，就位。可以把那个生姜递给我吗？当然可以。洗好的可以吗？可以呀，洗的可真干净啊！谢谢你，辛苦了。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俩人今天怎么回事？怎么可跟机器人似的？不知道啊。可能感情出现裂痕了吧？这可怎么办？编导提示让我们说话自然一些，你能不能说话稍微正常点，别这样拿腔拿调的。我说话不正常，难道你说话就很自然了吗？再说了，我这人就这样，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自己做主。怎么了？这不是你教我的吗？陆总说的对，你想干嘛就干嘛，我们有什么资格插手别人的人生呢？我们还是开心为主，你说对吧？对，当然。我觉得这样平和的相处，真的特别适合我们。是，特别适合。
请问我可以开始做鱼了吗？请便。方便您帮我拿一下米醋吗？锅烧这么热，就不会着火吗？不会，我家阿姨就是这么做的。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这种下意识关心对方的行为才是真的甜。没事吧？63岁小孩，狂着。失误。你刚刚就应该听我的建议。可能我们两个就是谁也不能说服谁吧。对，我们两个人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合拍吧。沈制片尝尝吧。好啊，陆总你也吃。哎呀，机器人怎么就回来了？赶紧进出新任务。现场的2位 PD， 抓紧时间用提示板。我来。缺点，我觉得沈制片这个人没什么毛病，从里到外都特别完美。谢谢陆总，我觉得你也是，你是个特别完美的人，而且特别的善解人意。那怎么办？这问题没法回答。必须说的话，你让我想想啊。其实陆总有一个特别小的毛病，就是人有点自大，特别喜欢让别人按照他的想法来生活。谢谢2号机。非要硬说的话，我这儿也有一个。沈制片什么都好，就是交朋友的眼光有待提升。如果能远离一些不良的朋友，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好。你说的这位朋友今天好像不在现场，我们在背后这么说他，不好吧？哎，不好吧？这有什么不好的？这才是观众想看的。群导，你觉得呢？我觉得可以。他们2个的感觉很好啊，很像是小夫妻在吵架，相互控诉对方。哈哈。他们想知道这位朋友是谁。沈制片可以不回避这个问题吗？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永远把他当成眼中钉。因为他就是我们分手的导火索。没有他，我们也会分手。我会为你知道原因的。我不知道。那既然聊到这儿了，不如去讲讲吧。我们究竟是什么原因分的手？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听我妈说，你订好去德国的机票了。报到时间已经确定了。我今天回来，就是来收拾行李的。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上次的事情确实是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对不起。你别这么说，这件事儿也不完全怪你。不过我也想通了，反正现在又不像在古代，交通也挺发达的。你去德国之后，我可以随时去看你，也没什么难的。那陆心言，你想好了吗？我们两个人的未来要怎么办？不管未来怎么样，只要我们还在一起就好。好吗？跨越8217公里，当当！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德国见面。已经看了一晚上了。干嘛盯着我看？你一次跑这么远，会不会很辛苦啊？不会啊，只要能见到你，一切都是值得的。你不是说你在度假村有一个实习吗？这样跑来跑去，会不会耽误你工作啊？不会啊，反正他们现在也用不到我，而且你留学时间也很快的，只要等到你回国了，我就不用这样跑来跑去了。上次您看的婚礼场地还满意吗？我们这边基本上要提前1年预定的，所以您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早点确定下来比较好。最适合婚礼的场地大全。还在看呢？把头发擦干，别感冒了。快点。我给你发那个信号湾的楼盘，你看了吗？那个我还没打开呢，你怎么突然给我发楼盘了？我爸妈突然给了我笔钱，我想着这个钱要是放在我这儿，肯定很快就花掉了，还不如买个房子，这样也算是存下来了。有空的话你可以看一看，等你回来了呢，我们也可以商量商量装修的风格什么的。你订回来的时间了吗？喂，是网不好吗？没有，我估计短期内回不去了。为什么？我的导师给我找了一个特别厉害的导演，那个导演得了好多奖，让我去给他做执行。
如果这次我能好好表现的话，之后我就可以跟他长期合作了，这样不就离我的梦想越来越近了吗？你说是吧？是。那要跟到什么时候啊？这个时间还不确定，主要得看一下拍摄的进度。那你先忙工作，还是工作比较重要？刚才那后面是有个人吗？那个是我的新舍友玉丝，就是争分夺秒的时候他也在，你还记得吗？有点印象。不过，你们学校为什么会给你安排一个男室友啊？我们这儿都是男女随机分配的。那我去看资料了，我还有功课要做。好。拜拜。沈心若回不去，但是我能来啊！我现在已经到他宿舍楼下了，这是我们第10次异国相聚。让我看看他现在在干嘛。Hello ist mein Freund, ist wieder in die Wohnung eingefahren. Nach Hotel Himmel Eigenhefen. Alles ist ein Missverständnis. Bitte glauben Sie mir. Ich kann verstehen, dass Sie sich Sorgen machen. Aber warten Sie bitte. Wir geben Ihnen Bescheid, sobald wir die Ergebnisse haben. Das ist alles.心若，陆心言，你知不知道你真的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被移民局遣送回国了。我没事，别担心。怎么了？我错了，我向你道歉。我去给玉丝道歉，我也会赔偿她的医药费。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好不好？昨天晚上就是一场误会，我以为他在阳台上抱着的那个人是你。我们2个人在一起这么久了，我在你的心里就是这么一个人吗？不是我不该怀疑你，但是你离我真的太远了，我们还只是男女朋友，所以我心里难免会有一些不安全感。但这些情况都只是暂时的，我相信等你回国了，这一切都可以解决的。但是好多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呀。那天我不小心看到了你的手机，你在为我们筹备婚礼，
你买了婚房，想给它装修。陆心言，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做这一切有错吗？你没错，但是我以为当时我们已经说好了，我不想结婚的。当时不想不代表以后也不想，我只是在筹备，又没有说现在我们就一定要结婚。我知道你家里给你带来了很多伤害，但我愿意陪着你，我愿意陪着你把那些伤口慢慢抚平。我相信有一天你的想法一定会改变的，也请你相信我，我会给你幸福的。有一天，陆心言，你为什么永远都不听我讲话呀？幸福跟婚姻在我的世界里不可能划等号，我不想结婚这件事情永远都不可能改变。沈心若，6年了，6年，我就是想要一个结果，我有错吗？没错，你陆心言从头到尾都没错，但是我给不了你这个结果。如果我们2个人之间的感情就是互相退让，然后来委屈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Sorry, ich hatte gestern Abend einen Notfall. Ich komme jetzt. Sorry, Vettel.怎么了？我累了，我们到此为止。好，我也累了，那我们回家。我说，我们到此为止吧。陆心言，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心若，放手。沈心若。So many twinkles hiding in memory, all about you. I never let you go. I never let you go.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how to face the present. Wanna run away, come back to my life.
欣姐，欣姐，不好意思，停一下吧。刚刚的问题谁让你问的？我自己要问的呀。欣若姐，我有一个事儿搞不明白，是不是只要关于你的旧事，我们就不能提问了？既然来录节目了，不如借这个机会把这些事情都讲清楚。沈制片是不敢面对这个问题吗？我有什么不敢的？好，那就继续啊。当年分手的时候，我们两个人说得很清楚，我们对未来的期待完全不同，这就是我们分手的原因。那这么多年过去了，你就没有一点改变吗？为什么你永远都想着让我改变啊？这就是我们两个人无法调和的原因，你不懂吗？这么多天，我承认了，我确实对你心动了。你替我找嘉宾，来森林里救我，这一遍一遍地刺激着我的心，甚至让我萌生了想跟你重新开始的想法。但是我又清醒了。两个错误的人是不可能一起谈感情的。什么意思？错误？你的意思是我们这10几年的感情都是个错误是吗？那你为什么拉我来录节目？陆心言，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讲完啊？我们两个人每次想一起靠近的时候，之间的情感差异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不懂吗？不是一个世界就不要一起录节目了。这就是我们请你来的原因啊！这节目要是不录了，我怎么向甲方交代啊？怎么了？没事不能给你打电话？哎，爸爸，我跟你说，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就是特别开心。楚姐，你就帮帮忙吧，观众都期待着双星重新合体呢。不是我不愿意帮你们，我也没有办法呀。以前那陆心言是最听心若的话，现在连沈心若都治不了他，还有谁能治得了他？哎，我倒是还真想到了一个人。裴总好。哎呀，茶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陆心言呢？陆总今天早上出去见客户了。陆总最近真日理万机，每天累得要死要活的。我知道在哪儿呢，别跟着。星哥，爱莫能助。
起床。哎呀，裴女士，一大早你干嘛？哎呀，大早，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11点了。臭小子，还有心情在这儿睡觉？你要干嘛？我要干嘛？心若这么好的姑娘，你不好好的珍惜她，你惹她生气，不去录节目搞罢演，你小子要原地起飞呀你！我跟她之间的事情，你不懂，我抻她2天还不行。哎呦，把你能耐的，你抻她2天，来你说说，我有什么不懂的？你还真以为你们俩那几年在我眼皮子底下偷偷摸摸谈恋爱，我真不知道啊？我那是因为喜欢心若，看他又能管着你，我心里高兴。你们俩的事儿，我比谁都清楚。你小子别犯浑啊！穿上衣服，赶紧给他道歉去。衣服呢？我不去啊，我又没做错，我道什么歉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小心眼的儿子？2个人在一起，是非黑白哪能分得那么清楚？这不就是你退一步，你再退一步，你一直后退，一直妥协，这日子才能过下去啊！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能看上你爸？你连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就让我退一步，再退一步，再退一步。儿子，你听妈妈跟你说啊，你就这么想，心若好不容易做了这么个项目，对吧？你这么给人折腾一下，万一给人搅黄了呢，你心里不得愧疚死？妈，你别劝我，人沈心若都说了，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劝我有什么用？不争气的，你就是个蛹，酸里边别出来了。窗帘帮我拉一下，谢谢。美的你。关键时刻还得看你啊！哎，若若。哦，没什么事儿，阿姨就是想你了。上次我有个朋友请我尝了一下这款咖啡，没想到味道竟然很不错，所以今天特地带你来尝尝。你们俩这都10几年的情谊了，多不容易啊！我相信你们肯定能找到一种更好的相处方式。Each day people come and go about their stories I never know. I've heard that worlds avoid, but I choose to love. It's like just me. 所以跟男人建立联系的根本方法就是麻烦他。你可以找一个合适的时机，请他帮你做一些事情。可这样不会让他讨厌我吗？不会，这样才能引起他的兴趣，从而爱上你。心若，跟裴姨聊得怎么样？你怎么知道我跟裴姨出去了？这是什么呀？裴姨给的。
嗯，但我还没看。进，咱们一起看。快点，赶紧看。那我开了。哇，看看，哇，天哪，这陆星爷也太细心了，连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机票都留着啊。这些都是我俩那些年的东西。这是什么呀？这是酒店。沈心如，你18岁生日那天不是跟我们一起过的吗？我跟你们一起玩完之后，我们两个没回家。啊？你们两个直接去开房啦？这不是，这也太成人了吧？不是你俩想的那样。陈如、许承洲呢？我把他俩送上车了，你还好吗？行啊，没醉，装的。是啊，不然怎么支走他们，跟你单独相处的？我想给你一个生日礼物。什么礼物？这可是我们18岁第一天，我想带你去畅游成人世界。不过这份礼物你想签收的话，有个前提。什么前提呢？你得是我女朋友，不然我未来女朋友会吃醋的。沈心若，我不会吃醋的。走啊！生日快乐！帮你报仇啊！The moment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along with the breathe, my heart beats so fast. But now when I see you, I don't know what to do. Remember the very first time I saw you, I still can't hide my feelings for you. 现在是23点59分，沈心若，生日快乐！以后每年我都会是最后一个祝你生日快乐的人，也一定会是陪你走到最后的人。成人的世界感觉怎么样？网吧就那样，酒吧也就那样，成人的世界这么无聊啊。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你觉得呢？Into my eyes, along with the breathe, my
觉得结婚有没有意思？挺有意思的。谢谢你陪我度过18岁的第一天，也是我成为你女朋友的第一天。2个头像，白沈星若。哎，不过这陆心妍连你们在一起第一天的字条都还留着，我敢肯定，这些年他一定都没有放下你。但是感情是2个人的事儿。我在我们2个人分开之后的那5年里，我觉得没有他，我也能过得更好。这就证明过去的5年你根本就没有忘掉他，所以才会不断的提醒自己，拿现在的生活跟过去做比较。你看这些东西啊，每一个都是你们2个在一起的时候的幸福回忆。你们2个人呢，就像2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生长在一起，在彼此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回忆。这种关系是斩不断的。但是我感觉我们2个人好像除了恋爱关系，其他关系都能处理得很好。我觉得要不然你就去找他聊聊，把话都说开，这样这个节目总晾着不录也不是个办法呀。我去找他，你确定他还想理我吗？哎，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这个人不是陆心妍，是我或者陈竹，你会不会去主动示好？心若，我觉得你很难再在人生中找到这么坚实的合作伙伴，你必须要珍惜他，无论他是以什么关系留在你的生命里。请你说的对。陆心妍，我想跟你谈谈。你还在生气吗？我也在生气，但我想见你。就是为了工作吧。你放心，等这几天休息好了，我就回去。陆心妍，我们现在2个人见面的理由，好像确实只剩下工作了。但是我们2个人之间，真的就只剩下工作了吗？我们不要再闹脾气了，一起好好聊一聊吧。
我承认，在节目里闹脾气是我不对，可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只要遇到任何和你有关的事情，我就容易失控。我明白你的感受。跟你在一起的那11年，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从高中一直到现在，我们一起长大，我们彼此见证了互相生命里那些重要的日子。你呀，已经变成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了。虽然我们两个人的爱情不能圆满，但我还是想用其他的方式出现在你的身边，就像现在的甲方和乙方。但是如果你不想看见我了的话，在工作结束之后，我会离开的。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和你形同陌路。其实我也是。那我们就各退一步，一起回到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吧。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合作伙伴加一吻。需要什么？我要那个番茄酱。然后再给我一个生抽。你拿那个盖子烫不烫？拿它倒一下。我这边好了。我马上。还需要什么吗？猪肉你小心烫。这样是不是好点？还不错。没有。调的吗？都还不错。那一会儿你吃吗？我吃。好。鱼来了！哇，龙虾都不出来呀，还有这手呢！哎呀，怎么说？想过太多嘛，饿死了。能吃了吗，龙总？能吃吗？能吃吗？能吃吗？随便吃啊！吃之前是不是应该有点仪式感？替我那我们一起干杯！来，抽烟吃。我要辛苦了，辛苦了。玉思，他是康特集团的监事，
也是沈星若在出国读研时期的同学。他们之前也一起参加过那个争分夺秒的节目，还有好多粉丝磕他们俩叫做私人热彩虹的 CP。更重要的是，这位玉丝，她现在好像在追求星若姐。是吗？导演，我有一个建议。说。我觉得咱们后面的节目里面可以加入踢馆嘉宾。几对嘉宾，这几期节目录制下来，难免就趋于平淡了嘛。那这个时候，与其我们节目组再去刻意的安排，还不如就往他们当中丢一条鲶鱼，让这几条沙丁鱼自发性的就重新搅动起来了。你也看到了，这次玉丝和星若姐他们的意外出行，一下子就让陆总和星若姐的互动有拉扯感起来了。竹马和天降到底选谁？这个不就是观众最爱看的戏码吗？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惹星若姐不高兴。应该不会吧？开始录制的时候，沈制片不是说过不参与节目内容设定吗？也不干涉策划。好，那导演，如果您觉得踢馆嘉宾这个方案 OK 的话，玉丝就是男方这边现成的人选了，女方那边我会尽快去碰一碰。这样啊，咱们节目除了老友记之外，这不又多了一个可以营销的噱头了吗？听起来不错啊。行，那就这么定了。好。私人若彩虹。阿姨，您今天为什么突然来我们的拍摄现场？一方面是解决一下他们俩之间的事儿，另一方面呢，也给你们提供点物料。那您今天给我们带了什么东西啊？他们俩小时候用过的婴儿车。小的时候肉肉特别皮，经常往陆心妍那边拱，有一次都把他拱地上去了。还有这个，可爱吧？我给他们买的情侣款。你们看一下照片。看照片。还有这2件毛衣，小时候穿的，这都是我给织的。我年轻那会儿，多少还是有点心灵手巧，现在是不行了。这个婴儿车啊，我也没想到放到现在它还能用，我就想着留给他们以后的孩子用。他们小时候这么亲近，那长大以后为什么分开了呢？若若2岁那年吧，大概是，他们全家搬到惠泽去了，所以我们2家才这么多年没见。但是缘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奇妙，兜兜转转的，有缘的2个人还是得走到一起，对吧？